斗罗大陆5重生唐三，作者唐家三少，第66章市集。原来如此，唐三点点头。1%的话，照这里1000人的规模，真正属于旧组织的就只有几十人，那确实是不算多。不过组织严密一点显然是好事。更具体的情况，自己新拜的这位老师应该也不会告诉自己，毕竟自己才刚刚加入救赎。老师，我之前听那位张天笑前辈说，我们这边叫救赎学院。张浩轩点点头道，是的，这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组织培养后备人才，因为自临嘉里学院，也能利用嘉里学院之中的一些资源。在组织内部，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救赎学院之中的一份子了，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学习。好的，唐三点点头。对于学院这2个字，他天生就感到亲切。张浩轩继续道，我先为你烙印印记，确定你的救赎者身份，然后带你去我们的旧学院报道。一定要牢记我对你说的话，关于玄天宫的任何情况都不能泄露，也不要在人前使用其他妖怪族的能力。你就只有一种能力，锋刃。是，烙印印记有点像是纹身。张浩轩用一根细针着一种特殊的液体在唐三的右手手背上纹了一个印记，印记有点像是雪花的样子，但线条的弧度要明显一些，纹好之后就变成了红色。红色的雪花看上去就有一种美的感觉。印记纹好，上面的汁液被完全吸收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就消失在了皮肤表面。经过张浩的指点，唐三知道了，想要让印记显现出来，就需要催动体内的血脉之气以特殊的节奏在皮肤下流转，十分奇异。走吧，我带你去那边做完这些。张浩轩满意地点点头。沿着进木屋，唐三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手上先前被烙印了印记的地方。从这一刻始，他真的成为旧之中的一员了。不知道未来，这一点如句被记载在妖精录的历史上。如果自己未来能够恢复到精的境界，那一天可能就是个值得念的日子吧。张浩轩带着唐学院小镇后面走去，几乎走到了半山腰的地方，才在一片木屋前停了下来。这片木屋建设时所使用的木头偏向山岩的颜色，所以之前在镇子上看向这边的时候，步行细看都不大容易发现。面多能看到这边居然有一片规模不小的木屋。半山腰的这个地方是一片平台，木屋足有几十间，隐映成圈。2人才刚靠近木屋，一道身影就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是一名少年，看上去13、14岁的样子。一看到张浩轩，他就笑道，镇长，您来啦。张浩轩向他点点头，我带新人过来。那少年探头看向唐三，顿时一脸惊讶之色，这么小的新人啊，不是说都要到12岁经过考验之后才会来咱们这儿吗？你怎么那么多话？前面带路。张浩轩没好气地说道。少年明显有些怕他，赶紧转身走在前面，穿过最前面一间木屋，木屋后面是一个很开阔的院子，院子周围都是其他木屋，有点像是一个大院的样子。镇长来啦！少年大叫一声，顿时10几个人从木屋内钻了出来，他们都是青少年，看上去年纪不，一个个十分活跃。在他们之后，才有几位成年人跟着走了出来。唐三站在张浩轩的身边冷眼旁观，他发现这里的青少年男生要比女生数量多一些，血脉气息各有不同，明显都不弱。这不是实力上的强，而是血脉本身就强。看来能进入救赎学院的天赋应该都不低，而这些少年也都在好奇地打量他。从年纪上看，唐三明显要比他们小一些。张轩轩拍了拍手，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这是我新收的弟子，他叫唐三。从今天开始，他也在学院里面学习。老关，你安排。一名身材中等、相貌儒雅的中年人来到他面前，有些惊讶地道：“你新收的弟子，你收弟子了？”
张浩轩点点头，这孩子比较特殊，很有前途。之后我会跟你说，你先安排好吧。好，老关没再说什么，向他点点头。张浩轩转向唐三，道：这位是关龙江教导主任，学院的负责人，他会安排你的起居和学习，我会定期过来找你。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别忘了我今天对你说的话。是，老师。唐三点点头，从张浩轩拉着关龙江到一旁，跟他单独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就要离开。老师，唐三快速上前几步，叫住了张浩轩。怎么了？新环境总要慢慢适应的。张浩轩还以为唐三是因为来到了陌生环境有点胆怯，唐三却道：我肯定能适应的。我是想问问您，我平时可以出去吗？如去城里买点生活所需之类的。一旁的关龙江不禁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张浩轩道：尽量不要出去。如果非要出去的话，那你需要向关老师请假，得到批准之后才能出去，而且当天必须返回。好的，老师。去就行，不出去怎么去见美公子？重回嘉里城，对唐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见美公子啊。张浩轩这才离开。关龙江道：来吧，唐三，跟我来，认识一下大家。说着，他带着唐三重新来到院子中。关龙江道：咱们学院现在算上你，一共有16名学员，老师算上我和镇长的话，有5位。我先为你介绍另外3位老师。说着，关龙江首先指向一位看上去大约在20年纪、相貌极美的女子。这位是慕云雨老师，她主要负责你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体能课程。慕云雨身材高挑，大约有1.7米，穿着一身青色的衣服，眸光柔和如水，一双大眼睛眼波流转，充满了亲和力。但唐三发现，当关龙江介绍他的时候，周围的其他学员明显都露出了几分恐惧的表情。这位穆老师的脾气恐怕不像他的外表那么温柔。穆老师好，唐三立刻向慕云雨行了个礼。慕云雨微微一笑，声音带着几分嗲嗲的感觉：小唐三，你好，欢迎家人学院。你太瘦弱了，以后要加强体能训练哟。谢谢老师。唐三立刻点点头，不过那嗲声嗲气的声音令他有点起鸡皮疙瘩。关龙江皱了皱眉，咳嗽一声，指向另外一名中年人道：穆恩晴老师，他是慕云雨老师的兄长，负责实战课程。穆恩晴和慕云雨长得一点都不像，他身材高大，面容粗犷，带着几分豪放，很难想象和娇柔美艳的慕云雨竟然是亲兄妹。完，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点赞和分享哟。